嘿，大家伙早喽！7月6号星期天，周末我又正常恢复训练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面对训练中不期而遇的小伤病。对，伤病管理其实是你这伤病管理的能力是伴随着训练而提升的，而本质提升的是什么呢？是身体的，就你自己对你身体每个地方感觉的敏锐程度和判断力，这些是训练积累的。今天的状态是特别热，特别闷，但是就像昨天跟大家汇报的一样，从昨天早上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完全感觉不到受过伤，但是还是要小心一些，小心到周三。这周三我们的课表是6公里阈值，如果一切顺利就彻底没事儿了。太闷热了，这刚3公里，我带了一瓶电解质粉冲的水就冻成半冰块那种，到这儿全都化了，都温吞了。一到周日在这儿训练的团队就多起来了，喝个水。但不知不觉马上10公里了，这又是一波人，确实太热了。冲的有糖的电解质，好看这不知道谁的水啊，冻着冰呢。其实和大家分享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能够有这种感觉的小伙伴一般都是跑的时间久的，而刚开始跑步或者训练年限还短的小伙伴您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我可以和您分享一下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你今天身上突然有一个地方不舒服或者有疼痛，或者你跑着跑着突然有一个地方有疼痛，练的时间长了，你对这个疼痛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方面是你练得多了，对自己身体的感官就更敏感，这个是一个趋势，而且它不是一个主动练出来的，就是你锻炼身体，不管是跑步还是你健身房各种的，你只要练得多了，身体用得多了，你就越来越敏感。所以这个都会随着训练年限来提高。然后另外就是伤得多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比方说我前2天这疼痛，我当时的第一判断是我拉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刚开始跑步的第1年，那段时间挺累的，因为刚开始跑步。有一天赶地铁，北京那地铁有好多柱子，大的圆柱子，然后地铁来了，我跑2步，按说是我的错，不应该在地铁站里跑。然后柱子边上突然闪出一人，我一急停是最容易拉伤大腿前侧的。那时候可能也是肌肉很疲劳的状态，同时双腿大腿前侧全都拉伤了，就都快走不了路了，就勉强可以走路，但是不能下楼，养了1个礼拜。所以昨天直播的小伙伴说伤了一个月大腿肌肉拉伤，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一般这种大肌肉群就算是拉伤了，你只要没有伤到肌腱，就是肉或者筋膜的拉伤，肌肉群越大好的越快。我大概1周就全好了。当时快好之前是什么状态呢？就还有一点点疼的时候，就是我前2天那状态，就是大动作没事儿，就是这双腿并拢，昨天节目跟大家展示的那些小动作，肌肉远端，有时候是近端，不一样，就是股直肌那一块。那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呢？第一是我之前有过的经验，那一次去理疗大夫说的，然后我判断他说的对不对。我当时判断他说的有道理，因为他在我描述之前就跟我说，你可能是不是抬的角度越小越疼？我说对，我就记下了。另外呢，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嘛，对吧？现在有 AI 了，和 GPT 聊。说到这儿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练得多了，或者说你有更多的经验以后，或者是你有比较强的逻辑性或者判断力的时候，这些东西才更能帮助你。
就像我老举的例子，你现在给我一本高数的书，让我去考试去开卷，我也记不了个了，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看哪儿。要边上作为老师，让你随便问，你最多只能问他这个题怎么解，你根本问不深入。就有这样的人的，或者不是每个人在每个行业都什么都懂。就像我说，你现在让我弄高数，我就是这样；但是你现在让我弄运动，弄跑步、马拉松，那我就可以就有来有回，可以交流。这就是积累，就跟恩爱似的，你跟他说我这儿疼，他能给你好多判断，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把你的疼痛描述清楚，然后一步一步去引导他，然后给到你认为准确的答案，然后呢，你还要反向去验证。因为有的朋友在评论区分享说他判断我是怎么回事，比方说像什么坐骨神经啊、腰椎啊这些。这腰椎问题我也经历过。胖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我骑车上下班那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大腿从就北方话这地儿叫什么，叫腰眼儿，就后腰那个地方，一直到大腿后侧那一溜，没有明显的疼痛点，但是老麻酥酥的，那个是坐骨神经或者腰椎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大腿前侧疼痛和这个没什么关系，你就是不经意受伤了。你看我还有什么受伤经验呢？也有一位小伙伴说的，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很有经验的。像刚才说腰椎这些，他可能是从事这方面的专业的人，或者他懂这个。人们都是会更多的去偏向用自己懂的东西去解答问题，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一位小伙伴，我估计他有这经历，他说你可能是睡觉的时候抽筋了，自己不知道，没有缓解造成的。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虽然我这个应该不是，但是他说的这我也经历过，就是跟大家分享过的梨撞击，在我刚跑步第2年，也可能是第1年，很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半夜给我疼醒了，就是梨撞击突然抽筋了。那时候年轻，睡得好，睡得踏实，你要当时没当回事儿，稍微抻来抻去又睡着了，结果就不行了，就等于当时他没有疏解开，然后疼了一周多。那种就是他应该是没有，就像我这次一样，没有物理的损伤，就你如果用影像学去看，应该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呢，你就是疼，那你就调整、缓解、放松它。这我也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结合这些，我判断我这次这个可能是一个劳损的急性期的表现，就是它紊乱了。这个经验其实我以前没有，但是呢，我通过之前那些判断，我否定那些，然后我再看我这个，我觉得呢，很多种解释，只有这个是最能自洽的。然后我就照着这个方向去康复。我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前天早晨开始不行的，然后前天比较用力的滚了滚泡沫轴，因为大腿前侧比较容易滚，你整个身体的力量都可以压上去。然后滚泡沫轴的姿势和力量，我也问的 GPT， 它可以给我画出一个示意图。虽然我知道，但是我双确认一下。然后再之后就是冷热水。你看这儿家里有浴缸可以泡澡，泡20分钟，然后出来拿冰袋，然后再敷10几分钟，然后又泡20分钟，又敷了10几分钟。没有做拉伸，因为我还是保持了一点点保守，就是我害怕我的判断是错的。我看这大卡车，感觉有时要变形站起来了。那我当时还保持一点点，如果我的判断是错的，比方说是一个不经意的拉伤，那如果过度的拉伸会不好，尤其是大腿前侧的拉伸，动作幅度都比较大。我没有做拉伸，然后也没有用手去，就是用那种就压强比较大的方法去按压，然后没有用药，
就这样，到前天晚上睡觉之前，疼痛感就已经轻很多很多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估计第二天就好了，就是这种很微妙的感觉。有时候你受伤，就像去年我那个胫后肌腱出问题，脚踝内侧那个伤，当时我的感觉，我的判断就是应该是很快好不了，所以当时特沮丧。就是我知道结果，我知道能好，但是可能10天半个月。那次大概伤了1个月，而这个呢，当时我的判断就是应该第二天估计就没事儿了。果然昨天起来就什么异样都没有了，但是昨天我还是很保守，轻松跑5公里，然后观察。昨天又冷热交替了1次，并且我因为昨天早上开始不疼了，我判断也不是真正的拉伤，做了做拉伸，滚了滚泡泡轴又，然后到今天依旧没事儿，我就恢复我的训练，那就说明它就是一个肌肉和筋膜的紧张的紊乱。其实我的判断就和那位小伙伴说你可能没意识到抽筋儿的那种逻辑差不多，但是没有那么严重。这就是我分享这整个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好些东西在这过程里看似很正常、很平平无奇的所谓的推理或者判断，它都是经验经历带来的。我个人还是认为没有就纯粹的所谓的无伤跑步。跑步这事儿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受伤风险的事情，而跑者要时不时的，确实是要时不时冒险的。就像我去年跑100公里，那不也是冒险吗？对吧？只不过你冒险的代价可以承受，你知道最坏的风险是什么就好了。如果这最坏的风险一旦发生，你能接受，那就去冒这个险。我甚至前天的判断，我还判断好多，比方说，因为前天，就因为哪天我想想，周五，对吧？我就出现症状，周五早餐之后，因为那天早上起来在这儿轻松跑10公里。有2次对面碰见朋友，然后击个掌，我就这样一转身，倒着跑2步。我说是不是当时无意中拉伤没有注意呢？然后我就回忆也没有，所以他就进一步坚定你的判断就好了。这就跟医生问诊一样，你面对医生也是，他先问你怎么回事啊，你说这儿疼，然后他下一步问你怎么个疼法啊，然后什么动作会更疼啊。这个时候如果有经验的医生呢，大多数我们的运动疼痛都会有一些非影像学的诊断的标准，就是一些用人名字命名的一些检测法。就这个地方这个伤会是怎么疼，它是有排他性的，或者有的是几个动作加起来组合起来它有排他性的。诊断完了以后，你有一个专有名词，这伤叫什么，或者哪个肌肉的伤，然后你去检索一下，基本上就定位了，然后心就不慌就好了，并不会每一次伤病或者每一位小伙伴的伤病都会像我这次这么幸运，很多时候不会1、2天就没事了，但是你理智面对它，大多数的伤都是可以完全康复的。而伤病基本就是你好了以后会更强。我们不是训练去故意找受伤，而是说面对一个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情，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最后就是积攒自己跑步的年限和训练量，慢慢的，你就会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更敏锐，面对伤病的时候就会更自信。面对生病的时候的自信其实是很关键的，但是不能是盲目自信。7月6号星期天，训练结束。今天我们按照第2个训练日算吧，因为前天休息1天，昨天其实算是康复了，虽然昨天跑得少，这个周期我们就稍微少一些。今天一个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4分52，
心率146，热氧消耗1242，有氧效果3.8，可以。步速损失比2.7%，不服1.04米。那些小伙伴说看弹幕说我忘了我说什么来着，说一次跑步消耗1000多吗？我说对呀，差不多一个半马差不多1000多。但是大部分人每天早晨或者每次训练不太可能跑一个半马。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志在全马的话，单次训练在15公里以上效果会比较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伤。昨天如果没看昨天节目的可以去看看，其实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大腿前侧已经彻底没事了。然后最近在频繁的试这个袜子，境界的这个，今天是布鲁克斯龙卷风4 PB， 配了一双蓝色的。行吧，不跟大家多说了，今天跟大家讨论了一下或者分享了一下伤病，感受还有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判断吧。这些有的是经验，有的是自己瞎琢磨的，对，都是不成熟的经验。那行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周末愉快，咱们下回再见。